Hello，大家好。疫情爆发后，加拿大政府就一直在刺激房地产市场，因此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比任何国家都要热。各大利益相关机构都在鼓动人们加入疯狂的竞价战，但随着市场失去理性，人们越来越担心房产泡沫会破裂。在这个时候，很多利益相关机构开始挖空心思，他们试图为加拿大房价永远涨找到新的理论依据。最近一篇文章就非常醒目，它的标题是世界第二大国家的土地用完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篇文章是如何忽悠大家的。文章说，世世代代的加拿大人都认为拥有独立的家园和一块土地是理所当然的，正是这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是这种梦想现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现在家的概念正在扩大，不只是独立屋和联排别墅，目前还包括公寓和出租屋。这改变的不只是居住，可能还会改变中产阶级从养家糊口到退休储蓄的一切生活方式。这篇文章认为，推动加拿大房产市场走向疯狂是日益恶化的供需失衡。买家想要买大房子，但这种房子供应越来越少，因为人们工作的主要城市周围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按照陆地面积算，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二大国家，但实际上它的土地正在耗尽，这让加拿大开始走上了算计的道路。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学家罗伯特·霍格认为，与欧洲、日本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加拿大土地耗尽是一个新的现象。对于未来几代人来说，拥有住房将比现在更欧洲化。在加拿大，买房一直被视为通往中产阶级安全感的最可靠途径。平均而言，加拿大人一直住在世界上最大的房子里，他们的住房拥有率比英国、法国甚至美国都要高。各地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在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和渥太华等地的18个社区中，去年售出的房屋有近60%是单户独栋住宅，大约有25%是公寓。如果你看看过去10年这些城市及其近郊社区建造的房屋，你就会发现这一比例正好相反，60%的新建住宅是公寓，只有25%是独立住宅，而且独立住宅的建设比例仍在下降，迫使竞标者去争夺日益紧张的独栋住宅供应。政府的数据显示，尽管今年3月份加拿大都市区新屋开工数量创下纪录，但独立住宅的比例实际上从去年的24%下降至19%。虽然这一比率在4月份有所升高，但当月新屋开工总量放缓。蒙特利尔银行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认为，如果说加拿大房产市场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新供应的构成。我们不再建造独立住宅了，但是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市场的需求。虽然加拿大号称总面积约100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英国面积的40倍，但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聚集在离美国边境不远的几个主要城市，这里才是工作的中心。虽然在家工作的时代已经大大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半径，一些偏远郊区变成了最热门的房地产市场，但是疫情一过，人们大多还是会回到办公室。实际上，加拿大城市大多数是政府人为的限制土地开发，他们针对城市扩张的法规有效地限制了土地供应，站着说话不腰疼。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学家霍格说，如果我们考虑首次购房者，一对年轻的夫妇刚开始购房，从负担能力的角度来说，考虑共管公寓作为第一套房对他们来说是比较现实的。这是全球大城市的常态，很难想象在全球主要的城市中有哪个城市可以负担得起靠近核心城区的独栋住宅。但是实际上，加拿大有几个城市能算得上全球主要城市？恐怕只有一个多伦多吧，因为房价太高。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这3大城市的年轻人目前仍然在加速逃离。这些城市的新房建设速度和移民家庭的增长速度究竟哪一个更快还难说。加拿大为什么要建设更多的公寓？因为只有这样政府的利益才能最大化。你想，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建独立屋能收多少税？建高层公寓又能收多少税？而且公寓的相关配套还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你相信加拿大的土地真的快用完了吗？只要有正常智商的人应该都不会相信。估计日本人看到这儿一定会吐血，因为日本东京首都圈的人口是3783万，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的总和。东京首都圈的面积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魁北克省的0.8%，安大略省的1%，加拿大的1/1000。这就等于加拿大全国人居住在安大略省1%的土地上。当然，东京的住房以公寓为主，公寓的比例占到了67%，这一比例远高于日本的平均水平。但凡要能再挤出安大略省1%的土地，
所有的东京人应该都能住上一户建。实际上，加拿大并不缺乏土地，而是政府在人为控制着土地的供应，导致土地价格及税收不断上升，最终成为市场的最大赢家。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